你想象一下哦，如果你的 AI 助理啊，它不是那种你还要特地打开网站才能用的聊天机器人，而是一个更像怎么说，一个专属于你的全职员工。全职员工，这个比喻不错。对啊，一个能记住你所有偏好，然后在你睡觉的时候还在默默工作，甚至会主动跟你回报重要事情的伙伴。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聊聊这样一个工具 OpenClaw。是的，你可能在网络上看过它以前的名字，像是 Claudia Bot 或是 Moltbot。没错，名字换了好几个。它被誉为目前 AI 领域最令人兴奋的开源专案之一。我甚至看资料说，还有人专门为了它去买一台新电脑。真的有这么夸张？所以在这份为你量身打造的解析中，我们会从所有的资料里抽丝剥茧，搞清楚 OpenClaw 到底是什么。它跟我们每天在用的 ChatGPT 或 Claude 这些工具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它背后那段有点混乱又超有趣的历史。哈哈，那段历史真的很精彩。当然，最重要的，如果你听完也想试试看，该怎么安全的设定它，才能释放它真正的潜力。没错，你刚刚说的潜力跟安全，就是这次讨论的两个核心。OpenClaw 的强大之处在于，它能直接存取和操作你的电脑系统，这让它能做的事情远超乎想象。但反过来说，这也正是它最大的风险所在。这东西真的就是一把双面刃，很强大，但也可能很危险。我们等一下就来好好聊聊这一块。这个双面刃的比喻很贴切。那我们就先从锋利的那一面看吧。到底是什么让 OpenClaw 和我们熟悉的那些 AI 工具有这么大的不同？资料里好像提到了3个核心特点。是的，第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那个完整的电脑存取权。完整的存取权。没错，你想想看，我们平常在用的 ChatGPT 啊，或是 Gemini，它们基本上就是被关在一个浏览器的分页里面，像一个沙盒一样，对不对？武器上。直接装在系统里。对，这就代表它可以读写档案、执行程式码，甚至去改系统设定。它的设计理念就是要被鼓励去想办法完成你的指令，而不是遇到一点困难就跟你说抱歉，我办不到。等等，可以执行程式码听起来很强大，但也有一点点抽象。从资料来看，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它能做到，但 ChatGPT 绝对办不到的？当然，比方说你可以对它下一个指令，帮我扫描下载资料夹里所有上周下载的 PDF 档案，把档名里有 invoice 的档案都移到会计资料夹，然后把剩下的档案压缩成一个 zip 档，再用 email 寄给我。哇，这一整串动作，对，这整个流程对 ChatGPT 来说根本是天方夜谭，不可能。但对 OpenClaw 来说，这就是几个 XX 指令的组合应用，是它的基本功。它等于是说拥有了一台可以完全控制的电脑。哇，这真的完全是不同层级的应用。那除了能说是它的第2个特点是关于记忆的，对吧？没错，就是连续的长期记忆。一般的聊天机器人每次对话的记忆都很有限，你关掉4双它就忘得差不多了。但 OpenClaw 会持续学习关于你的事情。持续学习。是的，它不只会在刚设定时问你的名字和时区，更会在你们之后的对话中像个真正的助理一样记住各种细节。资料里有个很有趣的例子，它可能会观察到你常收到某个网域寄来的邮件，然后主动问你。主动问我？对，他会说，我注意到你常收到来自 innovatecorp.com 的信，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当你回答那是我创立的公司，他就会记住，以后就知道那是你的工作邮件，在处理相关资讯时就会有这个脉络了。这感觉已经有点科幻电影的味道了。没错，他会观察、学习，然后主动提问，这就带到了第3点，也是我觉得最酷的一点，那个所谓的心跳机制。对，这个是创办人 Peter Steinberger 的称呼，指的是 OpenClaw 的主动性。主动性？是的，其他 AI 都是被动的等你下指令，但 OpenClaw 有一个心跳机制，可以设定它定期醒来，主动去检查有没有待办事项，然后采取行动。哇！这就让它从一个被动的工具
变成一个活的代理人。活的，这其实就是我们贯穿整个讨论的核心概念。AI 正在从一个你需要主动去查询的资讯工具，演变成一个能主动为你分担任务的行动代理。这颗心跳就是这个转变的引擎。听起来这么先进的专案，很难想象它的诞生过程居然这么混乱。资料里提到，这一切居然是从一个周末专案开始的。是啊，这故事本身就像一部网络时代的戏剧。哈哈，一切都始于2025年11月，一个叫 Cloudbot 的周末专案。创办人初始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让自己能用 WhatsApp 跟 AI 聊天。很单纯的想法。没想到专案一放上 GitHub， 1周内就累积了超过10万颗星。1周10万颗星。对，这个爆红的速度比历史上任何 AI 专案都快。然后麻烦就来了，他们的名字 Claude 跟 Anthropic 公司的 AI 模型 Claude 只差一个字母，听起来几乎一模一样。没错，可想而知 Anthropic 的法律团队很快就找上门了。肯定的。于是，在一个凌晨5点，开发团队跟社群成员在 Discord 上紧急脑力激荡，最后决定改名叫 Moltbot。对，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龙虾蜕壳 Molt 求成长的意象，蛮有诗意的，也成功避开了法律问题。听起来不错啊。但是，就在他们改名的那个 moment， 真正的灾难就发生了。就是那个价值1600万美元的教训。完全正确，而且整个过程，真的荒谬到不行。就在开发者释出旧的 Twitter 账号 @CloudBot， 准备去注册新账号时，中间出现了大约10秒的空档。10秒？就这短短的10秒内，诈骗集团的机器人瞬间抢注了旧账号。天哪！然后立刻发行了一种假的 CLAWD 加密货币，还用旧账号的影响力去宣传。这个假币的市值在几分钟内一度被炒到1600万美元，1600万美元，然后又瞬间归零。哇，这真的是一场完美的网络风暴。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也让我们今天必须在这里郑重强调 ，OpenClaw 没有，也从来没有任何官方的加密货币。了解，这很重要。任何打着他名号的币，100%是诈骗。经历这场风波后，团队也发现 Moltbot 这个名字虽然有意义，但不好发音，也不好记。所以几天后，专案又改了一次名。又改？对，这次准备得更充分，最终才定案为 OpenClaw， 既代表开源 Open， 也保留了最初的龙虾 Claw 精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名字。好，这个诞生故事真的够曲折的。那对于听完故事后感到既兴奋又有点害怕的听众来说，如果想拥有自己的 OpenClaw 助理，该从何下手？你刚提到安全很重要，那第一步的选择应该就很关键了。是的，第一步就是决定部署在哪里。你有2种主要选择，在本地跑或是在云端跑。在本地跑就是用自己的电脑跑的意思。没错，你当然可以在自己的旧笔电或迷你电脑上本地运行，但这意味着那台电脑必须24小时开机。有点麻烦。而且把一个有这么高权限的 AI 助理跟你的个人档案放在同一台机器上，坦白说，安全风险不小。对。所以更推荐的方式是把它放到云端上，也就是用所谓的 VPS 虚拟专用伺服器。VPS。完全正确，你可以把 VPS 想象成一台永远在线，而且是完全独立的云端电脑。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把你的 AI 助理跟你日常使用的个人设备完全隔离，大幅提升安全性。原来如此。资料中提到，像 Hostinger 这类的服务商提供了一个对新手非常友善的一键部署 OpenClaw 功能，像是他们的 KVM2 方案提供了2个 vCPU 核心和8GB 记忆体。这个规格有什么特别的考量吗？为什么是8GB 记忆体？这是个好问题。因为 OpenClaw 本身虽然不重，但当你开始交给它一些复杂任务，例如分析一份很大的文件，或是帮你跑一段程式码时，这些操作会需要额外的记忆体。8GB 是一个很不错的起点，能确保它在处理复杂任务时不会变慢或宕机，可以跑得更稳定。了解了。那在设定过程中，有哪几绝对不能出错的关键步骤？有3个关键点。第一是取得 API 金钥。API 金钥？对，OpenClaw 本身是免费的开源软体，但驱动它的大脑
也就是像 OpenAI 的 GPT 或 Anthropic 的 Claude 这些大型语言模型是按用量计费的。你需要到这些平台的官网注册，取得专属的 API 金钥，这就像是帮你的助理接上大脑的电线。多2点听起来特别重要，那个网关权杖 Gateway Token。没错。如果说 API 金钥是电线，那网关权杖就是你整个助理系统的主钥匙。主要是的，在设定过程中，系统会产生一组独一无二的权杖，任何能存取这组权杖的人，就能完全控制你的助理。哇，所以你必须像对待你的银行密码一样去保管它，绝对不能截图，不能传给别人，更不能贴在任何公开的地方。好的，那有了大脑，有了钥匙，最后一步就是让它能跟我对话了。对，这也是最实用的一步，把 OpenClaw 连接到你常用的通讯软体，像是 Telegram。现在这个过程被设计的相对简单，你只要在 Telegram 里面找到一个叫做 BotFather 的官方机器人，机器之父。对，跟着他的指示就能创建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机器人。完成后，BotFather 会给你另一组权杖，你再把这组权杖贴回 OpenClaw 的设定界面，它就会引导你完成配对。这样一来，你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随时随地跟你的私人助理对话了。好了，假设现在一切都设定好了，它也成功出现在我的 Telegram 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怎么把这个酷炫的科技玩具变成一个真正能帮我做事的好帮手？好，这里就要先厘清2个核心概念 ：tools 和 skills， 工具和技能。对，资料里的比喻很棒，你可以这样想。Tools 是 OpenClaw 天生的核心能力，像它的器官。像器官一样。没错，例如 read 读取档案和 write 写入档案，或是 exec 执行系统指令，这些是它与生俱来的潜力。而 skills 就是后天学习的知识，像是教他如何组合运用这些能力的教科书或操作手册。说得太好了。比方说，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skill 叫做 GOG。对，它的作用就是一本完整的 Google Workspace 操作手册，教会 OpenClaw 如何去操作你的 Gmail、日历、云端硬碟等等。那 GOG 这个 skill 听起来就是一个杀手级应用，整合了 Google Workspace 之后，具体能做到什么程度？安装并授权 GOG 之后，你就可以用非常自然的语言来命令它。例如，你可以直接在 Telegram 上对他说，帮我看一下明天行事历，然后草拟一封信给 Tim， 跟他说会议想改到周5下午，问他哪个时段有空。哇！他就会自动检查你的行事历，找到空档，然后拟好一封专业的邮件草稿等你确认，你可能只需要打一个寄出就好了。这真的太实用了，但反过来说，这也代表它能读取我所有的邮件和行事历。坦白说，听起来有点隐私上的疑虑。资料里有提到这部分该怎么看待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其实也正是为什么推荐使用 VPS 自行托管的原因，因为 OpenClaw 和所有 skill 都是在你自己控制的伺服器上运作。在我自己的伺服器上。对，你的资料包括 Google 的授权权照都存在你自己的空间里，而不是交给某个第三方公司。了解。只要你确保伺服器本身的安全，理论上这比把资料交给其他云端服务更具隐私性。原来如此，这就回到了我们刚刚说的能力越强，责任越重。那除了处理这种被动指令，前面提到的心跳机制，也就是它的主动性，要怎么应用呢？这就是透过设定自动化任务，在技术上称为 Cron Jobs 来实现。Cron Jobs。对，你可以给他一个定时执行的指令，例如，你可以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每天早上7点，帮我检查芝加哥今天的天气预报，扫描我今天的行事历，并从网络上找一句励志名言，把这3样东西整理成一份每日简报，用 Telegram 发给我。哇，设定一次就好。你只需要设定这么一次，之后他每天早上都会像个称职的秘书一样，准时把报告送到你手机上。而且他的能力还可以不断扩充，对吧？透过那个叫 Claw Hub 的市集。是的， Claw Hub 是官方的技能市集，另外在 GitHub 上还有数千种有社群开发的技能。这么多，从控制你的智慧家庭设备到帮你自动化处理程式码的合并请求，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这也让每个人的 Open Cloud 助理最终都能被调教成独一无二、最符合自己需求的样貌。我们一直在谈它的强大之处，但现在必须把天秤的另一端，也就是安全，拿出来好好谈谈了。没错，这可能是整个讨论中最重要的部分。资料里提到那些在网络上裸奔的案例，听起来真的很可怕。那个真的非常可怕，而且我必须说，这真的不是在危言耸听，听起来很严重，非常严重。Open Cloud 的强大就是来自于它能直接碰你的系统，对吧？那也就代表，你一旦设定不当，它就从你的超强助理变成最大的安全漏洞。没错，过去曾有研究人员用 Shodan 这个网络设备搜寻引擎，轻易就发现了数百个 Open Cloud 实例，就这样大喇喇地暴露在公开网络上。数百个？对，没有设定任何密码或验证。这代表任何人都能连进去，看到他们的 API 金钥、完整的对话记录，甚至取得那台伺服器的完整控制权。这等于是把家里大门的钥匙直接贴在门上诶。所以立在资料整理了4个关键的安全建议。如果你想尝试 Open Cloud， 这几点绝对是基本功，一定要做到。是的，第一点听起来官方已经帮我们解决了。对，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绝不使用无验证模式。过去那个允许任何人连线的 Auth.None 选项是最大的漏洞来源。好消息是，最新的 Open Cloud 版本已经永久移除了这个选项，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安全进步。现在你必须使用权杖或密码来保护你的闸道。第二点，我们前面也提过，就是要把那些权杖当成密码一样对待。没错，你的网关权杖、Telegram 机器人权杖，还有 AI 模型的 API 金钥，这3样东西是整个系统的3把钥匙，绝对不要截图，也不要贴在任何公开的论坛或程式码仓库里。第3点比较技术性，是关于限制存取权限。是的，在设定档里有一个设定闸道类值的选项，预设值可能是 0.0.0.0， 这代表对网际网络上的任何人开放，对外开放。对，你必须手动把它改成127.0.0.1， 这代表只允许本机自己存取。这个小小的修改就能有效地把你的助理控制台从公开的网络上隐藏起来，是个非常关键的步骤。最后一点是要小心来自外部的威胁，像是恶意软体和钓鱼攻击。对，树大招风嘛，过去就曾出现过假的 VS Code 扩充功能，名字就叫做 Cloud Bot Agent， 听起来很像官方的。没错，但它实际上会在开发者的电脑上安装远端存取木马，所以请务必记住，永远只从官方管道，也就是透过 npm install-g openclaw @latest 这个指令来安装，不要随便下载来路不明的档案。好，把这些安全守则记下来之后，我们把视角拉高一点，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Open Cloud 的出现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新工具，更是一种趋势的转变。是的，它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你可以自己托管的聊天机器人，它正在演变成一个模型无关的代理 AI 基础设施。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拗口。简单来说，它的目标是成为未来所有个人 AI 助理的底层作业系统或共通标准。一个底层的标准。对，无论你未来想用哪个公司的大脑模型，都可以架在 Open Cloud 这个基础上。我特别喜欢资料里提到的那个 AI 互动方式的演进。在2023到2024年，是我们走向 AI， 我们得自己打开 ChatGPT 的网页去问问题。到了2025年，是 AI 进入我们的开发环境，像是 GitHub Copilot 直接出现在我们的程式码编辑器里。而从2026年开始，我们看到的是 AI 融入我们已有的工具。Open Cloud 就是最好的例子，它直接活在你的 WhatsApp 和 Telegram 里，你不需要再去适应任何新的界面，是它来适应你。我喜欢这个说法，是它来适应你。这就预示着一个可能的未来，我们可能不再需要亲自去管理行事历，过滤每一封邮件，而是完全依赖我们的 AI 代理来整理资讯，然后只告诉我们最重要、最需要我们决策的事情。哇！资料中已经有案例显示，有人用 Open Cloud 成功打电话去餐厅定位、购买演唱会门票，甚至根据预设好的策略来管理股票投资组合。
我们正处于一个从资讯社会过渡到代理社会的开端。今天我们真的把 OpenClaw 从里到外彻底剖析了一遍，从它与众不同的运作方式，那段充满戏剧性的改名历史，到如何一步步将它设置为你专属的 24/7 AI 助理，以及最重要的，如何在一个充满机会但也潜藏风险的狂野西部中保护好自己。没错，OpenClaw 的核心理念就是把 AI 从一个被动的问答机器转变为一个主动的行动代理。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你接下来好好思考的问题：当你真正拥有一个能为你分担认知负荷、24/7 待命的数位员工时，你第一个会想要永久性的、彻底的交给他的，会是哪一件目前最耗费你心力的繁琐任务？而当这项任务真的被自动化之后，又会如何改变你的日常工作与生活呢？